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维持震荡，方向明确前，记得仓位控制。而在昨天，纳斯达克又出现了一根晕线，英伟达2次回调启动，这里可以保持看涨。特斯拉是要财报后破位吗？一旦破位，又要开始一轮新的下跌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上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5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把之前的观点我们回顾一下，而后再讲到目前的运线组合。这个运线曾经在本轮的这种震荡走势下多次出现，而每次出现基本上都是高低点附近，不管是前期的高点还是这个低点，我们都用运线的方式把握到了一些机会和逃离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再次学习一下运线。我们在后续还要看一下三大指数道琼斯、纳斯达克、标普的一个趋势，目前日线如何去看待，这是第一部分的安排。那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会来到个股解析，所以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Huawei、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FD、英特尔、APP、SOXL、Met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 以及 MBIS。那么大部分的一个个股观点和上期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因为指数还在震荡。但是比特币和以太坊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短线上涨，目前以太坊的多单是要注意获利了结了，已经有一定的风险性，在一个日线的压力附近要小心高点的形成。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安排，也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可以看出内容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也会偏长一点。大家也可以在下方时间轴可以发现，阿哲已经把这个内容都切割好了，您点击对应的时间轴可以快速跳转对应的内容。那么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把之前的观点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们说过，市场走一个下跌趋势，目前是一个收敛状况，不能说是完全形成下跌趋势了，因为之前这个低点还没有被击穿，所以市场在走一个高点降低，而低点是目前在抬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它是一个大的收敛状况。那么周线其实也是走一个运线，是吧？所以目前是大格局、小格局都在收敛，等待一个方向性的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之前有一波比较不错的上行，那么手中有利润或者说丰厚的同学，记得要去略微减仓，或者说整体仓位要往下降，不能够再次的去盲目在这里去加仓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一个高点降低，形成一条下降趋势线。这一波的反弹受趋势的线的一个影响，是吧？压制，而后出现了再次跳空下跌。那么目前的上行更像是一波下跌趋势的反弹当中，而后在趋势线这里再次受阻，出现一个运线组合，这里就是我们所要去小心的压力位加运线。如果后续方向选择，就要小心它的一个影响了。而当前呢，也是回补了一个向下跳空缺口。之前我们讲过缺口的一个观点。如果一个缺口它是向上跳空，在多方的市场当中，如果多头真的很强，它这个缺口一般不会被快速回补，而后它回补之后会出现继续的去新高，继续上涨，这种属于多方强势的一个市场特征。而很明显，纳斯达克指数之前这个向上缺口是被快速回补，而后仅是个反弹就快速破位，这种其实就说明多头它是不强的，在目前的市场。通过这个缺口，你就可以发现，空方也当时也不是说特别强，是吧？这个空方的缺口往下跳空了，而后如果空方很强，它正常应该会快速回补；而如果是空方很强，它一般会不去回补，或者回补之后快速的破低点。但你会发现，它很快回补了，它的高点回调，它只是一个回调。它没有破低点，所以多空之间其实目前还是在不断的，所以多空之间目前还是不断的一个争夺，并没有说谁很强谁很弱，所以当前又来到一个新的关口，目前又有一个新的向下跳空的缺口，那么这个缺口也被很快回补了，当前也出现了有顶分型的产生。如果是一个强势的空方，补完缺口之后应该迅速的破掉这个低点，如果出现这种行为，这个高点就是高点，那么就意味着方向选择，大概率呢就是要往下去破了，那么这就是要小心的。所以这个缺口当前还待确认，如果它只是一个小回调，继续往上破，甚至破了趋势线，
这里就说明整个格局多空之间依旧还是保持均衡。那么这是曾经我们多期视频当中所提及的观点，目前依旧不变。我们再讲一下运线，何为运线？我们依旧用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图表来去看一下。所谓的运线，其实它分为严格和宽松的一个看法。如果是严格的运线，那么市场将是一个大的实体 K 线，再加上一个小的实体 K 线。大家注意了，阿哲这里讲的是实体，它的烛身是蜡烛的一个烛身，不算影线。那么只看实体，那么应该有一个小的实体在昨天大的实体之内，这种叫做一个标准的运线。当这种标准的运线很少见，每次出现都还算是特别关键和珍贵的信号，但是最近的运线组合当中其实都没有。另外一种相对宽松一点的，它比较常见的，我们不只看它的实体，还看它的影线。有一个大振幅的 K 线，还有一个小振幅的 K 线。那么小振幅 K 线在大振幅之内，影线都算上，所以大的 K 线的影线高低点把今天的 K 线的所有价格都吞了，吃掉了，是吧？这个地方也可以叫做运线。所以当时高位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小的 K 线加一个大的 K 线，它的一个高低点都在昨天的高低点之内，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运线。运线产生就说明它这附近要么是有个压力，要么是有个支撑。运线的含义是停顿下来了，就价格涨着涨着停到那了，跌着跌着停到那了。所以运线的含义内在是价格停顿了，所以今天又没有选择向上去找更高的高点，也没向下找更低的低点。这种停顿结合压力和支撑位，效果会更佳。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之前跌到这里，价格也是出现运线，就意味着停顿了。但停顿归停顿，不代表一定会止跌或者说滞涨，所以停顿之后要选方向。如果你发现价格涨着涨着停顿了，后续伴随明显的阴线破位，这说明就是停顿上涨而后转折向下，就不止停下来还掉头了，就小心风险。价格当时下跌，其实这里也是一个运线，但是它停下来之后稍微日内反弹一下又往下破，就说明这里不能直接定义为止跌，它只是停了，后续依旧往原来的方向在走。这两个 K 线也是运线，那它出现之后不止停了，还有强势的阳线反抛出现，那么就是不止停了，还拐头向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运线。它这个地方的压力是吧？这个地方的支撑，当时涨到这里，加速到这里停了，一直在这里停顿，选择向下。目前是一个反弹，它反弹过程当中遇到了压力位趋势线，所以又停了。停到这里就看一下停下来是拐头还是停下来继续往上奔走，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今天如果能够收一根阳线，把运线它的高点箱体的上沿给突破，伴随趋势线的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它这里的停顿只是蓄势，继续待涨。而如果是向下破，那么就是一个最大的风险的一个可能性了，缺口回补，趋势线的压力，运线形成向下选择，那就是拐头向下。那是最大的一个风险，所以一旦出现这个拐头向下的可能，记得再次的减仓，再次的去控制仓位。所以这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观点回顾以及目前的运线方向选择，希望能够对您有些帮助，希望对您能够产生些许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依旧为阿哲视频点上你宝贵的小红心，依旧支持阿哲每期的创作。如果是新同学，如果本期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视频中的订阅按钮，订阅之后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持续学习技术分析以及持续跟踪美股行情。那么也同样很希望阿哲的每期视频都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是三大股指的趋势。从目前的趋势环境来看，阿哲所常用的上海趋势图的表现来说，目前的道琼斯是下跌进入超跌状态，但是止跌力度不够。我们之前讲过，上海趋势图是阿哲频道，只要您是订阅了阿哲的一个频道的同学，您是订阅粉丝了，那么都可以去安装去使用。这个上海趋势图当中，如果它是一个紫色飘带，说明当前它就是处于上升趋势，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是一样的。而跌到了一个蓝色 K 线的地方，就注意了，它说明市场目前是短线超跌了。一旦超跌有支撑，它其实就类似于运线，是吧？一旦有明确的拐头现象，就注意它是一个买点。当然，它如果涨到了黄色 K 线，就是风险信号。所以道琼斯最近是跌到了一个支撑，有这个蓝色 K 线，所以目前最好是有强势的反包阳出现，
而后我们确定这里是个买点，跟道琼斯相关的指数方面一些成分个股，我们认为它容易出现止跌上涨。目前道指是有止跌的一个现象，但是止跌力度还不够，所以蓝 K 未反包，小心依旧是压力。科技股这边还是刚才我们所分析的是吧，运线这个地方，它除了是趋势线的压力，还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就意味着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所以目前的纳指是远远弱于道琼斯的。而当前的这个反弹运线，它也到了黄色飘带，所以道琼斯是到紫色飘带有支撑，而后只等反包就在看涨。那么纳斯达克指数是到了压力有运线，就小心它拐头向下，选择方向继续看跌。一旦能够站上这个飘带，那还有机会能够重新转为紫色飘带。那么像标普当前也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在黄 K 之后回调止带。黄 K 之后容易回调止带，每次回调如果紫色飘带能够有支撑，那么自然就会有上涨的出现。而正常来说，这个止跌力度足够，那么往往上行趋势是能够创新高的。所以当前的道琼斯就是只等待明确的止跌，而纳斯达克指数科技股方面的仓位要有所控制。而像标普，它其实是有一个缺口回补之后，依旧向上运行，依旧在走一个高点创高，所以目前其实标普从单纯的图表来看，它这里是出现过一个交易买点，当然这个买点就是一个阳线反包，所以当前除了纳斯达克指数相对最弱之外，像道琼斯和标普其实都在等待一个止带上的买点，最好道琼斯的买点能够反包这个阴线的高点，因为它这个阴线是一个创高收低，它是一个负阴线，或者说是一个乌云盖顶，它的高点会有压力，所以这里最好能够收阳线突破阴线高点压力，结合止带回调的买入去看涨，看它能够去破顶。那么像道琼斯就最好是突破蓝色 K 线的高点，反包有效去看上涨能够破顶。而纳斯达克指数最好是等待转为紫色飘带，所以这是三大指数的环境，目前没有说特别明确的买点，道指和标普等待反包，等待买入。那么以上就是阿哲对于指数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到个股的解析。当然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用这个指数分析的类似的逻辑去看，你还是会用上海趋势图。所以如果您是刚才已经点击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是新同学，记得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可以首先去安装上海趋势图，因为上海趋势图阿哲是每期视频都会用的，都会去解析，都会去分享，所以大家在订阅之后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找到助教，去安装上海趋势图。当然我们在底下评论区也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评论区的链接也能够找到助教，跟他说一下您是新同学，您需要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那么就可以去使用了。阿哲对于我们的新同学也不仅仅只有指标这一个福利，我们一般会有4重见面礼，除了特色指标，还有盘前广播，阿哲的一些盘前的解析一些观点，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盘就会去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内部的直播课程，比如关于技术分析的专享分析课，以及还有美股期权的一些实战班。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去找助教去报名。而内部课程一般我们不对外公开，所分享的内容也不会去公开去讲。像我们本周会讲到的内部课是趋势为王，节奏制胜，在7月21号开始，那么目前已经面临尾声。如果您是今天才刚听到阿哲视频的同学，也可以报名下周的课程。基本上我们在每周的周2到周5的早上10点都会去安排内部的讲座，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去每周去参与。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有关于个股的解析。个股解析的地支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当中，它是偏弱势了。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或者说是结构性的支撑啊，所以跌到这里之前，这里反弹过一次，这里也反弹过一次，目前又回来了。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不断的收敛的一个运线，是吧？它其实也是运线，所以在关键的支撑压力附近，它出现运线就很正常。所以像之前这个地方有压力，价格涨到这里，它其实也不断的出现这种收敛运线的状况。所以到了一个支撑，到了一个压力，它容易出现这种停顿。当停顿之后怎么选择才是关键。所以这里它又不断的在收敛。如果这个支撑能够有效选择向上，那么这里自然而然有机会继续的去破高点。当然这个地方如果选择的是运线后收敛向下破，那完了，那大概率它要去试探一下之前低点的一个支撑，而如果这个支撑没有效，那么往下它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到目前的特斯拉的上海趋势图，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了。而上海趋势图当中，它目前是不是也是一个黄色飘带？
所以它的紫色飘带曾经也就在这一段行情当中有出现，以及在之前这一段行情有出现，而除此之外都是黄色飘带。所以黄色飘带当中你去做多难度就会大增加，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反弹的概率更大一点。而当前又进入到了一个做多相对困难的地方，所以日线一旦是黄色飘带，那么就要小心了。你每做的一个交易都是偏向于左侧的看涨，它在右侧趋势上其实都不算是特别的良好。在周线上，就更大的周期，周线上其实也同样如此。它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黄色的一个飘带？那黄色飘带在周线、在日线都是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就很容易它是一个大周期、小周期都共振下跌的一个环境。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如果大周期要走好，最好是能够2次回踩不创新低，而后走为紫色飘带，是吧？大周期才能够翻转向上。不过目前来看难度较大。而在周线上，如果出现蓝色 K 线，那就是周线的反弹；周线如果出现黄色 K 线，就是周线的高点风险，是吧？比如说这里，是吧？也是周线的高点风险。所以在用到上海趋势图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不同趋势下它的黄色 K 线和蓝色 K 线，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去作为佐证的一些高点和低点的一个信号。所以大家如果安装后，记得去好好的去利用、去使用。当前如果它的这个低点不能够说守住，是吧？我们说这个趋势。这个低点的支撑，如果都不能够守住，而是往下破，正常来讲，从高位往下调，它另外的一个关键支撑点就是图表当中这个白色线，这个白色线叫做龙门线，它在各个周期都属于一个很关键的中长期的支撑。像曾经特斯拉这个周线的高点往下调，它其实也是到了龙门线附近出现了一波新的行情。所以往往一个大的趋势的下跌，如果维持牛市的环境，它一般的终点龙门线附近作为目标位，所以离龙门线目前其实还是比较远的。一旦日线破位，其实目标就容易到龙门线，这个龙门线可是在300附近，是吧？离的距离还是有点远的。日线上这个中长期的支撑其实已经被有效跌破了，在之前一波下跌把日线的中长线的关键支撑给吃破，反抽不能站稳，而后再形成压力继续往下推。所以这种结构一旦这个地方再继续破位，那么很容易就去触及周线的龙门线，也就是说很容易跌到300。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能够撑住，运线能够上破，上破之后日线先走为紫色飘带，而后慢慢的回推到龙门线之上，这才能够改变颓势，否则它这种保持下去，迟早能够破位，而后去300，奔去300。所以这呢就是阿哲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目前趋势确实走得比较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呢在多重的一个支撑保护之下慢慢的推高，而最近呢这个压力位出现了回踩一下，然后继续启动。是我们在上期讲到，这里如果有一个反包阳线出现，其实作为买点，所以目前它出现了，虽然这个位置不算很好，因为只是比较希望它在回调之后在这里出现，所以它目前是直接到前高附近出现，而且有点假突破的感觉，刚好是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出现，它的买点就差了些许，不过呢也还算是能够作为加仓点吧。曾经我们在这个附近作为蓝 K 左侧的买入，目前呢在这里可以算是一个趋势的加仓点吧。然后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在上海趋势图当中，你会发现它就转为了一个紫色的飘带。曾经呢，为什么在低点这附近能够做一个左侧的买入看涨呢？是因为我们说过，不管是哪个图表，就是它只要自高位出现了一波紫色飘带的冲高回落大回调，它一般会先对于本图表的一个龙门线去调整。就是这个大回调，如果你发现它的飘带撑不住的时候，一般会往龙门线去调。当然，它有时候日线的龙门线撑不住，它会往周线的龙门线去调。而很多时候，如果它的趋势并不出现大的一个破坏，正常就是周线这个我们所说的飘带，是吧？周线的飘带它不被特别大的破坏，所以普通的中期回调一般是对周线的回调，周线的飘带回调。所以当时周线飘带这里出现了一个蓝 K， 而后日线是不是刚好在龙门线也有一个蓝 K？ 所以这个地方突破之后就属于左侧的一个买点，这种叫左侧。好，左侧买入之后，目前回踩这个飘带，然后10日星仿包，那么这里就属于右侧，我们就认为它能够顺势的往飘带去推进。当然这是我们的预期，至于它会不会实现，就要去跟踪了。所以当前这里呢，它的这个买点不算特别好，因为刚好是冲高的时候回落出现的，但是也可以作为加仓点吧。而后我们就守住这个前面的飘带的这个防守，最好不要破飘带。那飘带的支撑目前是 204.437， 而后低点是 201.47， 这是飘带的一个支撑。
我们希望它能够延续周线继续往上推。如果周线的回踩止跌有效，那么往上推动按趋势的逻辑应该是要去破左边的一个高点的。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中期的一个看法，以及目前的一个持股待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个标的是加密货币。从加密货币的角度来看，之前我们说过的一个买点主要是针对于以太坊的一个多单。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市场如果出现背离的时候，特别是顶背离，就顶背离如果有一个突破了新高，那么正常我要做多，我应该是做的是突破新高的那一个，而后没有突破新高的那一个呢，因为它就相当于有一个压力在这里，是吧？你做多呢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们一般是从中选其较强的，是吧？像我们之前这个底背离的时候，就是选择你要做多的话，最好就选择不破底的。是吧？一个呢不破底，一个破了低点，那我们预期底背离会上涨，那我是不是做这个偏强的会更好一点？是吧？所以这一波上涨到现在，以太坊很明显，短线是会走得偏强一点点，而目前走到这还是维持了这个背离，就是高点的背离依旧还在有，是吧？那么之前这波回调走出再次的突破。那么这个突破，它其实来到了左侧这个之前这个加速下跌的一个大阴线这附近了，所以它这里算是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产生，又结合这个背离的出现，所以目前右侧的风险还不大，但是左侧可以做一些短线的获利了结。那我们依旧来看到分形结构，目前的价格走势，如果按照比特币的话，它的一个分形结构的支撑应该是这个低点，是吧？按照以太坊的话呢？昨天有一个高点的突破，那么它的一个分形的支撑在这里，所以价格走势我们需要知道是昨天在日内小级别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顶背离，那如果这个小背离维持，那么往后今天能够往下破位的话，或者说后续往下破位不再创新高的话，特别是这个顶背离一直维持的话，是吧？那其实这个分形结构一旦破，那么就是一个右侧的风险，那个时候反而有可能会去修复这个低点，所以这是目前对于两个加密货币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个地方多单是可以去做短线的止盈了。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部分呢，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的个股，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呢，当前是走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个价格结构我们今天讲过，它有一个左侧的低点信号，是 TD 技术当中的一个钻石底，我不在反包之后呢出现了一个确认而后反弹。但这个地方的交易的一个信号买不买呢？其实都可以，买的话它其实也是短线，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你要做多，你不希望去做空，那么市场在走为一个黄飘带的时候，我们做多的一个要点就是超跌，就是超跌而后能够反弹，是吧？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能够去做多的一个依据。所以空方趋势下的做多是超跌，多方趋势下的做多是止跌，所以这是不同的，空间也不一样。所以在空方趋势下呢，我认为市场能够有更容易的创新高，所以在多方趋势下呢，我认为市场能够顺势新高，然后在空方趋势下呢，市场一般难以新高，是吧？往往呢可能破一些小高点就容易出现滞涨，所以这是不同的一个空间结构。所以 Core 位呢，在下跌趋势当中，我们就认为哪怕它能够涨，它往往也会受制于这个飘带。当然，每一次的上涨就是正常，如果只是日线反弹，它一般就是破飘带，或者说在飘带附近就受阻了。如果是周线的反弹，它就容易出现大级别的一个反弹，这个时候日线很多时候可能会转移这个紫色飘带，所以当前这里有机会是一个大的反弹，因为它已经来到了之前的左底附近，是吧？一波大的下跌，然后一波反弹，反弹之后呢，它其实是走了一个结构的，所以在周线上其实还是 OK 的，然后这一波再次回撤。回撤时呢，这里是一个支撑，支撑呢出现了蓝 K， 然后消失，本周有可能运线。那么这里如果它能够周线上出现蓝 K 消失反包突破，那么我们预期它会涨到飘带之上，走出一个左侧的看涨信号。那样的话呢，日线其实就有空间了，所以这一个地方能够先做左侧的买点，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先做左侧的买点，预期呢就是它能够破飘带。因为如果这里周线是低点的话，它肯定会破飘带的，所以这个飘带不能够形成特别明显的压力，所以我们也可以左侧先作为买点，然后守住底部支撑。那么预期它这里哪怕受阻，也不应该有明显大跌或者破这个低点，而是应该走震荡，或者说继续往上走，是吧？一旦呢能够站上螺纹线，那么后续再去做右侧的买点，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英伟达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趋势好，一个趋势不好，是吧？仅此而已。所以目前的日线龙门线是哪呢？日线龙门线在 92.267。下一只标的，我们来再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它出现了蓝色 K 线，但是它不太好的是它的趋势走坏了一点，它没有像英伟达那样子突破之后能够回到紫色飘带走止跌再启动，
它呢是突破之后紫色飘带直接穿破了，所以这个地方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二次回踩，那么就需要再来一次转为紫带，那二次回踩周启动。所以当前是吧，都是蓝 K 蓝 K 的话就说明它有可能超跌。一般蓝 K 最好是只有一根，然后2根也行，就不要有太多蓝 K。所以价格走势下，如果出现蓝色 K 线，那么消失出现反包，一般认为这个低点将会被守候。那么如果是黄色飘带，那么就说明它容易往这个黄飘带去运行。那么当前也是蓝 K， 等蓝 K 消失，则将再次出现买点。因为飘带比较弱，所以这里有机会或者大概率是能够突破。当然，它得要先消失反包才构成买点。所以目前，如果您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那么都可以呢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去安装，看一下您手中股票目前趋势是如何的。像谷歌其实当前下方也有一个龙门线支撑332.427，它整个趋势其实有点像老鸭头，价格走了一波单边上涨，而后震荡的下调，那么在关键支撑在这里收敛。那么一旦这里能够出现启动，那么就有爆发式的一个再次破左高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这是预期的建立需要价格的反馈，目前价格呢是反馈过一波是不错的，这里需要再来一波，这里如果能够反包再来一个，那其实大概率就是一个起爆点。而如果这个地方蓝 K 是连续的蓝 K 把它给跌破了，那就不好看了，这个预期就要去改一改了，有可能就要走弱了。所以这是谷歌的一个想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标的是微软，微软的话还是保持看涨的预期吧，因为价格虽然有一个运线下破，但是母线没有破，而后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飘带的支撑，所以在一个中期反弹当中，我们依旧能够看到是龙门线的一个区间，所以当下呢是一个左侧的白 K 突破，回踩这个飘带，那么依旧呢把飘带作为支撑，认为它还是会往上有一个冲高的预期，目标位短线是422.439，当然这是短线预期。然后这里我们最好是守一下这个运线吧，如果收阴破运线最好。之前如果这里出现了2次买入，那么可以把那部分仓位减掉。那么从周线来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风险就是这个位置去做多的话，肯定还是逆势的，因为周线上它其实也是一个破位之后的假破位的反抽，就看一下这一波假破位能不能够走破这个周线的压力。我们是建立这种预期之后，想看一下能不能这么走，如果不行，那就记得日线要去做好止损所以这个地方有风险性，所以可做可不做。一旦成功的话，其实还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低点，所以这是目前所看的微软大的结构肯定是不好的，只是说判断一下左侧的一个大底有没有可能形成。下一个我们来看到 MSTR。MSTR 就是一个很彻底的空方趋势，而且很强。它走了一波单边的日线下跌，然后中线反弹，这个反弹肯定是周线也反弹，周线可能是一个对于黄色飘带的一个反弹。如果是连续的单边下跌，对于龙门线是远离的，很多时候就是说明周线是什么？周线是单边的一个黄飘带下跌，所以目前它其实也是在龙门线的压制之下在往下跌。现在有可能是要对于龙门线做一个反弹，因为它开始站到了飘带之上，有可能转为紫色飘带，就它要针对龙门线反弹，它肯定要先转为紫带，所以目前是有机会转紫带，那么在紫带附近去找买点，再去寻找一个大的反弹的启动点145.587，这个价格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转为紫色飘带再走启动，如果没有，那么就不要乱买，因为这里还是一个比较风险的一个点。在短线上，在周线上其实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就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个日线的走势，其实就是这个飘带的当面下跌，日线的一个中期反弹，其实就是对于黄色飘带的反弹。当然，它这里也是针对龙门线的反弹，破了底之后，这里如果要再反弹，它其实还是针对飘带的反弹，所以看一下这个日线，哪怕你去做，也大概是对于这个飘带的一个反弹。然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 的日线其实类似，它也是龙门线下跌，而后呢出现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飘带的黄色带再出现压力，目前是不是有一个突破？但突破之后，它是不是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回补了。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多空之间强弱的区分，如果一个多方缺口被快速回补，并且它还是直接跌破的，那其实是不太好的。这种情况下，它要看一下能不能快速形成低点，如果回补一个向上的缺口，而快速形成低点，出现反包阳线，我认为是可以作为一个激进型的短线买点，是吧？直接认为它作为短线买点，然后看一个反弹，这种是短线的，就我认为它突破有效，支撑站上，缺口力度够，那么多头转强，那么直接就往上看一波有机会的反弹的一个扩张。好，所以这里最好能够今天就看到反包阳线，站上飘带。
而后我们可以认为短线是有机会能够去看一波短线加速的一个追涨点，这种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买点，虽然是逆势，但短线是可以这么去做。而后周线上呢就是一个蓝 K 是吧？连续的蓝 K 这不太好，连续的蓝 K 的话，价格它本周反包，那么就有机会是反弹，而后刚好在左低附近，那么这里反弹空间一旦有的话，其实还可以，所以这也算是一个预期的建立吧。但它首先要有反包，但已经是开始消失了，并且这个周线有九转将要出现，周线的一个飘带压力是85.161，是吧？它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差不多，就在龙门线附近。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礼来。礼来的走势，它当前还没有去达到止损。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很容易的建立一个预期的方式，就是价格跌到飘带了，然后有蓝色 K 线了，蓝 K 消失了，那么反包突破，那么这种地方找买点，是吧？之前我们做过这一波的一个启动，那么现在又来了，那就继续按照计划来，蓝 K 消失反包，那么找买点，买到之后呢，我这里蓝 K 低点附近是一个止损，如果收阴跌破，那我就走。不破就持有，因为如果紫色飘带是维持延续，那么它的节奏应该是回调破高，回调破高，那么这里回调应该破高，所以我的风险承担就是这附近，而后我的盈利目标就是这个窗口，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策略的制定。所以当前还在震荡，那么设好防守位，那往上依旧看目标即可。当然如果跌破呢，跌破就要止损，然后等待市场再次的一个止跌。如果这里跌破，就说明它可能这个飘带它顶不住，那顶不住要干嘛呢？往日线的龙门线调，那么1036.718附近将是下次的伏击点。当然这里先跌破再说，不跌破则继续持股。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的话，它是黄色飘带，然后涨上去了。这个地方说明这个黄色飘带的空方的一个力量刚形成不是很强，能够涨上的话，说明这个地方还是有多头的一个势力的。那能够涨上，那么就等待飘带的重新转为紫色带，然后去看买点。当然这里其实有一个比较基因的买点，我们之前讲过，市场的趋势如果走为一个狼柱，然后反包突破，是可以作为一个买点看涨的，然后你可以把它的低点设为防守，反包突破买入，那么依旧可以认为趋势在这里会延续。之前这里是一个扎盘，当然这个买点它不算特别好看啊，特别现在市场的一个环境它不算特别强势，在震荡，所以这种激进的买点一般就最好是市场强势的时候去做。现在市场的走势比较弱，就可做可不做。然后周线上的就是震荡，所以日线那个买点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博弈我周线是震荡周启动一个买点。好，所以这是日线的一个走势看法。当然如果你发现它直接就把这个往下跌破了，那说明这个飘带还是有压力的哈。所以这个1号 K 线作为关键的点，因为突破它，所以其实理论上可以作为买点。而如果后续把它跌破了，这说明这里依旧是一个反弹高点的看法。所以你如果要做买入，这个地方要设止损，高点突破，那么这根 K 线就是我的风险。那么后续不破它，我认为趋势会转为这个紫色飘带，然后往上去看延伸。下一个我们来看到英特尔，英特尔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黄色飘带，它跟 AMD 那个比较浅的黄带不一样啊，它是比较稳定的下跌。其中虽然有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什么蓝 K 突破，但是它是一个阴线突破，所以就不太好作为买点。这里突破也是阴线，所以它连续蓝 K 都只是小反弹，目前继续的往上反弹，临近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飘带。因为是黄飘带，所以你每次的交易呢，如果要看涨，也就是只能看那个反弹而已。这里是九转之后的一个反弹，目前飘带的下沿是107.958，它呢是离龙门线还有点距离，这个不高不低的，整体周线上是一个回踩，周线目前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止跌，它只是一个运线，只是左侧呢跌到这里有一个左侧的低点信号。目前如果本周不创新低，有机会运线上破，那么我可以认为日线可以去找一个周线的再次启动，那是可以的。不过目前呢还在比较弱势的反弹当中。看到 APP 的话就是龙门线反复的一个突破没能成功站住，所以每次突破龙门线都要小心，站不住就可能它这个趋势还是走空的。目前还是在不断的这种走势下还是偏空，它目前是有一个九转出现了，九转后没有去继续破位，而是走引线，所以这里呢蓝 K 如果消失反包，可以做一个反弹的一个看法，反弹的目标位也可以看到465.888，周线呢就是蓝 K， 但蓝 K 没有形成，在本周还没收线。价格之前这个蓝 K 呢消失是一个反弹，蓝 K 消失反弹，或者说再次启动趋势，
目前蓝 K 消失，如果这个消失后的力度能够涨到这个飘带之上，那还有机会延续这个之前的趋势。如果它依旧是反弹，那其实就还是比较麻烦。所以它是周线蓝 K， 但还没有反包，可以等待。日线如果先反包，可以先做日线，然后再看周线能不能稳得住。可以的话呢，有机会是左侧后看右侧。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上面做多，半导体上面做多，整体是跌到了这个龙门线，但还没有碰到，所以它是对于飘带，要么就不跌破飘带，它是对于飘带的回调。是吧？之前的这几波都是对于飘带回调，直到有一波呢回调之后反弹不能够新高，那么破位，那么它就容易往龙门线去调。那么往龙门线调，目前算是调到了差不多有一定的空间了，也在周线出现了运线。所以如果你要安稳的去做周线这波回调呢，你最好就等待能够站上这个飘带的上沿，然后确认它的止跌有效。像很多股票，像这个目前比较看涨的英伟达、亚马逊等等的股票，它至少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周线是涨上去的，是吧？目前呢，很多半导体的股票呢，它周线没有涨上去，所以呢，还算是日线有强势的止跌，但是周线还不够，最好是能够再等一等。Meta 的话，之前在这里是等待一个反包阳，但是没有出现，是吧？价格回调到这个飘带，上期我们说这个地方如果有反包阳线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买点。可惜没有，这个缺口呢是压力，没有回补而回落，比指数弱一点，因为指数回补了缺口，它没有回补缺口，还破了这个飘带，所以这个不中用，这个有一个好的机会不中用。价格回调，这里是一个黄色的飘带，目前就还是对于这个飘带是一个反弹，反弹的话，它大概率是要么不破飘带，破飘带可能就是2根就滞涨。是吧？它目前还是2根，是吧？又滞涨了，所以如果能够做一个回踩再启动，那还有机会，是吧？转为紫色飘带，那时候再看，当前就偏弱了一点，在这附近没能够去把这个缺口快速反包，那么多头就弱一点点了。这只个股是 RQB 九转之后有一个止跌，但力度不强，龙门线这里大概率形成压力，龙门线是80.69，这个破位很有可能是有效的，有效的破位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呢回调到龙门线附近没有有效的去破位，而是快速止跌，很明显这种行为就跟这次不一样。之前呢是很快的去突破黄色飘带，回调2次启动，现在呢是直接一波接一波的去破这个我们的这个龙门线，所以这次呢大概是有效跌破，所以除非它能够快速的站上，而后2次回踩走一个假破，那有机会去看涨。如果它一直是对于飘带的反弹，那就没戏，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在这里去看太多，就关注一下是否能够走出一个突破。那个动作至少也得是下周的事情，至少也是下个月的事情。目前呢是一个周线的破位之后一个运线，蓝 K 运线，至少你要等个1-2周才有可能构成周线的止跌和日线的突破站稳。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破位，破位之后是一个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到了飘带，飘带的压力目前没站上，428.852是它的下沿压力。周线呢是一个回调，周线目前是有一个止跌信号，是左侧的。这个信号呢出现之后，只要不创新低，其实就可以构成左侧低点的看涨。但因为它是运线，如果你做右侧的话，最好是能够等待它把运线上破。所以它这一波下跌下砸，其实直接砸到了周线的一个坑位上。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如果它保持是红柱的话，有机会是一波回调的低点的可能性，因为这个红柱它和这个蓝 K 效果相当，也算是超低的一个信号，所以一旦出现，然后日线如果能够构成比较好的一个介入点，其实是 OK 的。目前有一个缺口在这里出现，缺口如果能够被影线回踩然后启动，那其实可以作为买点。如果缺口后续被实体阴线回补，那其实就不太好了。如果没有回补呢，直接走向上，那挺好。那后续呢，找飘带回踩作为买入。目前这个地方不高不低，你这里买的有点追涨，并且它在压力位附近。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是 PLTR 呢，在一个大阳线当中在震荡，这个地方其实之前认为它能够走什么走启动，但没有启动起来，而是往下破，那么就还是看到大阳线低点作为支撑。这里如果被跌破，那么就说明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预期不太适合了。它可能不能够往上走了，这个压力位黄 K 还是有效的，可能就继续维持这个下跌趋势，所以大阳线这个地方不能破，不破再反包，我可以做再次加仓，是吧？再去看，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弱势趋势下的一个看涨的一个概念，就是反弹，是吧？价格149.629，看有没有机会再去碰到，如果不行，那么就记得及时走，因为它毕竟还是个下跌趋势，然后仓位不能太重。周线的话呢，就是稳定的下跌了，价格每次到
周线的飘带附近就有压力，所以如果这里呢再次出现仿包的周线的阴线，那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大阳线的低点是吧？被破，那其实周线就是一个仿包的阴线，那又是一个黄飘带的仿包，那就肯定不太好。那么下一个个股我们看到美光科技。美光走了一个反抽，也是到了大阴线左边这里有一个压力，然后飘带呢开始有点站不住。那我们看到飘带的下沿，它的压力是950.74，周线呢是回到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飘带上止跌，目前也是运线，还没有突破。如果本周能够最后收盘站上，那就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回踩，周线止跌买点。当然，那个买点呢是周线的，日线呢最好能够找一些其他的买点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依旧呢是有一个缺口，影线回踩仿包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点。如果收阴线直接破位，那么本周肯定反破不了，是吧？所以最好是能够站到之前的这个地方。如果这个突破，你也可以作为追涨买点，但这个买点呢会相对可能会有回调的可能性，所以把之前低点作为防守，这是周线的低点，然后在这里找回调买点会更好一点。就突破站上走回调买点会更好一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它其实周线就是跟英伟达差不多，但是比英伟达呢差一点点，它的止跌力度没有英伟达那么强，但是也一样，它也是蓝 K 出现了，并且是反包突破了，所以目前是没能站到飘带之上，稍微有点不太妙。如果这里是压力不能站上就不太好，最好能够站到飘带之上。飘带上沿它是248.15，这是周线的，日线呢就是一个上涨九转，然后回调止跌，这里一直没有好的买点，我们要的是反包，最好能够反包这根假阳线，是吧？反包突破，那么作为2次启动买点，我们希望跟英伟达那样子能够走出一个回调启动，而不要去往下去破这个飘带。飘带下沿是242.085，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AAY 的话是价格走了一个升幅的一个回调。回调过程当中，周线是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蓝 K， 蓝 K 没消失，蓝 K 没消失说明还在超跌，那就不要着急。而后它的蓝 K 比较多，并且是破了飘带，所以这个跌幅确实有点太深了。这种情况下又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这种结构呢最好是能够破飘带，我们就确定它的力度是足够的，再去看它的周线可能会止跌。如果它每次反弹连飘带都破不了，那其实它的整体趋势就不算很强。所以当前的飘带压力133.82，像 LITE 也是同样的格局，但它至少是站到了飘带之上，是吧？而后它的回踩也是在我们的飘带附近，所以它这个蓝 K 出现之后消失，而后有止跌动作，所以它整体目前走势呢会慢慢的比 AAY 要强，是吧？它至少有一个日线的多头的表现，它有一个缺口出现，没有回补继续站上，所以慢慢的飘带呢只要稳住，不要跌破。那么就会转为一个紫色飘带，那它手写趋势再结合周线的蓝 K， 反而会走得更好。所以激进的同学这里其实可以作为左侧的一个布局点，然后以周线蓝 K 低点作为防守。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 MBIS 的话，整体呢也是一个反弹到飘带，目前没有突破。从周线来看呢，它是一个止跌，那没有反包，还差一点点，最好能够反包这个222.75。所以本周最后看一下能不能站上，能站上这个高点，就构成周线的止跌，而后往上回踩2次，再去找买点。那么就是一个周线止跌日线的一个买点空间，否则这里将作为一个周线的压力。那么不过往下破这个飘带的话，就小心它可能要往下探这个龙门线，所以这是 MBIS 的看法。那么以上就是7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